拥有巨肉再生的我，被鬼异大肉猪啃食了3年，经过长时间的折磨，我的这副身躯也已到达极限。为了不死的那么憋屈，我决定让诡异也感受到痛苦。还剩55滴，水缸便会被彻底装满，时间也差不多了。你在找我吗？还有20滴，没劲，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味道是真不错，不过可惜啊，你终究是快撑不下去了。就你现在的情况，我还能吃几天呢？这么久过去，还真是跟你有感情了。如果不是遇到你，我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拥有着再生能力。其实叶葵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再生能力，因为他穿越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挂起来了。装满了。真是难熬呢。诡异低声呢喃一句，便转过身，朝着棺材走了过去。那个被剥了皮、活埋的杂种，没错，我说的是你。这么久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今天受什么刺激了？最近温柔的对待你，不过是想要让你多活几天，但这不是你这种菠萝胆敢挑战我的原因。见叶葵沉默，诡异冷哼一声，他看了一眼手上还略带温热的皮肉，不舍得丢在了地上。没皮的杂种！这头肉猪，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6年前，一常事务管理局倾尽半局之力，都未能将7级的阴官包皮者给清除。虽然重伤未愈，但也不是一般人能辱骂的。像以前那样乖乖被我吃掉不好吗？非要给自己找不自在。他是在笑吗？就在阴官包皮者愣神之际，叶葵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阴官包皮者的一侧狠狠压了过去，将嵌入他肩胛骨的尖钩3年的时间，叶葵等的就是那侵入血液内的尖钩腐朽。可现在，叶葵身上渗出的血液已然被阴官包皮者给吸收。2年6个月08天前，你多喝了15滴血，将在原地半克。1年10个月07天前，你吃完后没有控制住食欲，贪嘴，呆呆站了长达5克。这样的事情在这3年里一共发生了320次。虽然你吃的越来越多，但我还是终于确定，你每天能够摄入的血肉都是有限的。最关键的是，你一旦心情不好或是生气，就喜欢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你每一次从我身上撕扯皮肉，都会使嵌入我身体内的金钩发生微妙的变化。我确实小瞧了你，竟然让你摸清楚了我的状况。但如今你已经虚弱至极，等到你体内的血液流干，我照样能恢复行动。你笑什么？你吃了老子整整3年，老子当然也要尝尝你的滋味。就在叶葵咬掉阴官包皮者的一块肉，因为叶葵吃掉的不仅仅是块肉，其中还包含有一股属于阴官包皮者的精虫。等一下，我求求你等一下。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求求你放过我，只要你愿意放过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我可以成为你的奴隶，一切都听你的命令。对了，你快停下，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抓住你不是巧合，有人专门把你送到我这里来的。只要你停下，我就可以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能成为你的契约鬼，帮你报仇。你话可真多。随着叶葵的不断吞噬，阴官包皮者也只剩下最后一块肉，而肉块似乎是恢复了一些行动能力，急速飞向那漆黑如墨的棺材。不准调皮！至此，本只想报复一下阴官包皮者的叶葵，获得了阴官包皮者，并且在他的上面吞噬融合。没想到竟然能把阴官包皮者再度召唤出来，就是不知道召唤出来的诡异还能不能再吃一次。3天邪祟与诡异，有意思，真有意思。随后，叶葵的目光停在了那口阴森诡异的棺材，不知何时，刚刚他插入棺材的手骨已经腐朽变黑，彻底嵌在了上面，就好像他们本就是一体。不错，拍人正合适。就在叶葵将棺材板背在了身后之时，那漆黑阴冷的棺材板宛若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般消失了。有点意思。阴官包皮者之所以被评为7级诡异，并不是因为阴官包皮者强大，而是因为阴官。与此同时，在3800公里外的长安，一片黑色的斑块在一块电子屏上宛若病毒一般不断扩散，笼罩在了整个东方。7级鬼域破灭暗能量的出现，代表着一只7级诡异的消亡，快去查！我
只是开了一道门，就被传入了一个诡异的地方，而一同被传进来的还有我面前的几人。嘿嘿，你们好啊！你像什么？这些人是同一个夜跑团的成员，互相都见过面，所以他们在面对叶葵时很是警惕。我见到你们就很高兴啊，难道不能笑吗？你们不用害怕，我也是突然来到这里的。咱们现在需要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听说过诡异吗？诡异？其实咱们听到过的那些吓人的诡异故事都不是虚构，这个世界真的有诡异存在，只要有诡异存在的地方，就有鬼域。这个世界上有诡异，你可不要跟我们开玩笑。楚楚，我没开玩笑，我知道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诡异的存在。你经历过，所以你的意思是，咱们现在就在鬼域当中？对，咱们突然出现的这片地方，以及周围的状况，说明这里就是鬼域。那咱们要怎么出去啊？据我所知，从鬼域里离开只有2个办法，一个就是消灭了形成鬼域的诡异，鬼域自然破碎；另一个就是找到鬼域中的漏洞，趁机逃出去。电视剧里不是说诡异的出现就是因为有执念，因为执念他们才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我觉得其实对于诡异来说，他们也很可怜，所以肯定不止这2种办法。楚楚，你先别说了，诡异真的能被消灭吗？能，但是咱们不行。华夏有着一个特殊的机构，专门清除诡异，他们有着一个独特的称呼，叫做天官。天官？如果那个女孩信息正确的话，我之前待了3年的那个房间，恐怕就是一个鬼域。不过我怎么会在离开一个鬼域后，又出现在了另一个鬼域中呢？还有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知道的未免太多了。不过不管什么关，现在恐怕都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咱们只有第2种办法了，对吗？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对于这个鬼域，我有一点猜想。刚才大家都说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我在进入鬼域时也好像听到了声音，所以我感觉咱们可以从声音入手。没错，我们几个都听到了声音。我觉得既然跟声音有关，那就代表着很有可能这只诡异可以沟通。徐柔也只经历过一次诡异事件，见得不多，我还是认定刚才我说的那一点，想要从鬼域离开，不应该只有那2种方式，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跟他接触，消除他的执念，说不定咱们就可以离开了。我觉得楚楚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又听到那个声音了，好像他在叫我的名字，很亲切。我在这里，你别怕，我们……天空中突然响起了咀嚼声后，紧接着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中就这么死了，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现在能够确定的是，鬼域的特性就是跟声音有关，但是只回应一次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分析出问题所在。你是说我们还要继续回应那个声音吗？那是在送死啊！不一定是送死。对，我理解徐柔了，他不是那个意思。你们有没有想过，诡异这么厉害，能够轻松的杀死吴中，但是却一直没有对咱们动手，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一只诡异真的能够沟通，它并没有咱们想的那么邪恶，而是咱们的回应出了问题，错误的回答惹怒了诡异，他才杀掉了吴中。只要咱们能找到正确的回应方式，跟诡异沟通，不要让他生气，消除执念，他就会放咱们出去。就算你说的是对的，那下一个应该让谁来回应呢？我们不想怀疑你的身份，所以为了证明你自己，一会如果有声音响起，最好就是你第一个回应。对，就由你来回应最合适。我是真听不到你们说的那什么声音。你想干什么？行了，如果你们都不愿意的话，那就让我来吧。元清。就在众人感动之时，叶葵来到了边元清等人身旁，他抽出雄厚的武器，直接朝着徐柔拍了下去。杀人了！你干什么？你到底是谁？鬼域怎么没有反应？你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认为诡异是徐柔？你到底在干什么？咱们这里面只有徐柔经历过鬼域，你这个疯子是想害死我们吗？楚楚，怎么回事？我是摔倒了吗？他是经历过鬼域没错，但是谁告诉你们他从鬼域里出来了？不对劲，小怪物的味道也太过于寡淡了，鬼域也没破开。你究竟是谁？是不是徐柔口中的那个天官？我不是什么天官，我说过，我跟你们一样，是莫名其妙才出现在这里的。那你是怎么发现徐柔她有问题的？他的目的太明显，一心想要让你们回应声音。
就是有点可惜，他好像不是这个鬼域的主人。那你也不能动手杀人啊！徐柔刚才的表现，正是说明诡异是能交流的。你一下子把他杀死，断绝了咱们沟通的渠道，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后果。我干掉一只排除了隐患却被同情的女人，骂了一顿，甚至还说诡异可怜需要保护，于是我把他也给排除了。难道赵楚楚跟诡异也有关系？他倒是跟诡异没什么关系，徐柔跟诡异有关，是坏，而赵楚楚情况更严重，是蠢又坏。你真是疯了不成？你到底要干什么？赵楚楚就是多说了2句，他又没有做什么，你怎么能动手杀他？蠢货还真多。现在谁还有意见？这里是鬼域，不是游乐园，你们最好长点脑子。现在你们把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我。说完，叶葵就朝着前方的烂尾楼走去。其他人虽然很猛，但还是跟了上去，并且讲述了在传送至鬼域之前的一些事，说他们今天只是在边缘青的组织下夜跑锻炼身体的。在此之前，我们还真是没有发现出徐柔的异样。只见烂尾楼的空地上遍布着干涸的血渍，以及散落一地扭曲残缺的尸块。这怎么会这样？我想起来了，这里好像是叫什么国际世界城，好像5年前关于这栋烂尾楼还出了一个不小的新闻。我也想起来了，当时国际世界城项目所宣传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子，所以房价不高，因此开发商回款也比较慢。结果因为一次意外导致资金链断裂，只能暂停楼盘修建的进度。但是当时买房子的一大群人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开始维权，导致最后开发商老板舆论缠身，其他项目也只能搁置，回款彻底停滞。但即便如此，开发商老板最后还是选择直面困难，跟维权的几个代表见面协商。谁知道当时来的几个代表情绪崩溃，抱着开发商老板就从楼顶跳了下去。可惜了这个负责的开发商老板当时就不应该心软。不对啊，虽然最后都是跳楼，但我记得当时根据新闻的报道，是因为开发商在楼盘封顶以后，拿走监管账户的钱以后，直接选择了烂尾，并且那个老板用同样的套路签了好几个楼盘的钱之后，大家才开始维权的。新闻上的报道根本就不对，我跟那个开发商老板认识，知道其中的内情。那好吧，照你们所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跳楼坠亡，那这些尸块又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可能是鬼域形成以后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楚楚最开始的判断可能还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片鬼域大概率就是这王代表们执念形成的，他们也是可怜人，咱们应该回应的是他们才对。声音这一点我还是认同的，我觉得咱们想要从鬼域里出去。还没等边缘青说完话，用手扒拉着尸块。当时来烂尾楼谈判的维权代表一共有几个人？这种事情新闻上也没报道啊。6个人，这里只有5具尸体。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建筑开发商的老总在气急败坏之下，想要分尸杀掉6个维权的代表泄愤，却在最后一个人身上出了纰漏，导致最后一个人在绝望中抱着建筑开发商老总从楼上跳下去了，是吗？你在说什么？我刚刚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那几个维权的代表，他们也只是可怜人，哪怕被欺负成那样，死后却连变为诡异的资格都没有，反而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老总，哪怕死后还有着强烈的不甘，化作了诡异。你说鬼域里声音的确是幌子，因为只有你们心甘情愿的答应，我才能吃掉你们，汲取能量。但是你是怎么发现的？说到底还是要感谢他们。只见尸堆下方有一行由鲜血汇聚而成的小字：这群杂种东西，生前给我找麻烦，死后还不安生。弱肉强食，天经地义。这帮穷鬼还想低价买老子开发的房子，老子能安排封顶，已经是有良心了。弱小就活该被欺负，最后竟然还敢找事，逼得老子破产。老子当时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闹得最凶的那几个领头的全部剁成肉泥。谁知道最后那个杂种东西，趁着老子不注意，抱着老子一起从楼上跳了下去。不过说到这里，其实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也不会知道变成鬼以后的世界会这么美妙。每次装成正常人，骗不知情的人进来，在他们惊恐眼神下吃掉他们，一点点变强的感觉，可要比赚钱舒服多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能猜到我的身上？单凭那几个字，应该还不够吧？
其实，在见到你的第一面，你就对我放下戒心，甚至想要挺身而出，牺牲自己来帮助大家的时候，我就已经想直接拍死你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入我鬼域的，但你一个连天官都不是的小杂碎，大围楼老板本想将维权人士全部砍成肉块，却没曾想被人从高楼推了下去。可死后的他仍不知悔改，反倒化为诡异继续。别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不对劲，现在知道不对劲了，可惜已经晚了。真的不对劲，你怎么会这么弱？死到临头还自尽，没见识的废物东西！我告诉你，在鬼域里我就是无所不能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说外面的鬼就只有这点实力吗？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倒要看看你脑袋掉了以后很粗的，给我找一个出来。你这棺材板确实有点意思，不过在你手上真是暴殄天物了，只有在我这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果然是这样。叶葵迟迟没有动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清楚外面的诡异实力怎样。经过刚才一系列的事，不断面前这只鬼的实力跟阴官包皮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倒是我多虑了。随即叶葵将之前的3点属性全部点在了。什么时候了还敢走神？怎么可能？你到底做了什么？你猜啊？哪种东西？想跑，经过我允许了吗？你这个疯子究竟要干什么？就是这个味道。你这个疯子，怪物，变态！我放你出去，今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可是我现在不想出去。你究竟要什么？你的滋味不错，我只要你。你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当时你的楼盘恶意烂尾，卷款跑路，留下了那么多可怜人的时候，算欺人太甚吗？你分尸残害别人的时候，算欺人太甚吗？那是他们该死。你更该死。你别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小兔崽子，你听不到鬼域里传来的可怕声音，那这一次我就让你亲身感受一下复生。完了。可下一刻，只见刚才与叶葵融为一体的黑色影子，宛若丧家之犬般的从叶葵身子里弹了出来。疯子，你这个疯子，你都经历了些什么？你的脑袋，你脑袋里的那些……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别扒我的皮，我错了。我还在想要怎么办呢，没想到他自己先疯了。那个能不能麻烦你们回避一下？鬼都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你们一个个怎么还这么慌张？没想到灵体状态下的口感与味道更加香甜诱人，甚至就连能量都更加精纯呢。就在这时，叶葵猛地愣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他刚才咬下那一口的原因，刚才被他捏在手里的边缘青，眼下猩红的眼睛里竟然缓缓出现了一丝神采。原来是你，是你，我的一切都是谎言，是你一直操控着我。说的什么东西，我怎么都听不懂。算了，先吃饭吧。突然，从天空中猛然传出一声巨响，只见鬼域的天空骤然出现了一道裂痕。1级鬼域，不对，1级变异鬼域，无威胁，未发现阴官包皮者相关线索。随后，女人继续撕扯着裂痕，鬼域瞬间崩塌，叶葵手中的鬼翼也同时消散。等一下，我费了那么大力气才抓住这只鬼，结果被你一下子捏死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哦，那你说我需要怎么给你一个说法？最起码也要给我赔一只差不多的。1级诡异倒是不少，但是变异的1级诡异倒真的比较少见。我还要继续去找阴官包皮者的线索，你们清理现场，做完善后工作后，问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天官考核。如果不想参加，那你们就按照1级变异诡异10倍的赏金赔偿给他。你胆子是真不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敢这么跟孤惑鸟提要求。不过想来也是，如果胆子小一点，恐怕也就跟他们一样，精神受到影响，变成傻子。他们傻了？是啊，最近诡异复苏的状况愈发频繁，哪怕只是1级诡异，也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抗衡的。所以也不怪孤惑鸟要你去参加天官考核，能够抵挡变异的1级诡异，你的确很有天分。孤惑鸟就是刚才那个女人。准确的说，应该称呼她为孤惑鸟大人。孤惑鸟大人可是管理局内仅有的几名6级天官，
所以刚才孤惑鸟大人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是要一笔不菲的赔偿金，还是说参加天官考核？什么是天官考核？在得知天官会常年与诡异打交道时，叶葵当场就同意参加天官考核。因为就在刚刚，叶葵只是吃了几口诡异，那系统面板上不仅多出来了一个自由属性，就连能力也多出了一项，甚至还增长了5天寿命。这个召唤鬼符的能力，应该就是吞噬边缘青后所得到的。这个手机给你，里面有一些钱，你可以随便用。天官考核开始的时候，我会联系你。谢谢。最开始监控到这里，可能会有阴官剥皮者的线索，才派了咱们出来，结果只是一个一级鬼。叶葵在离开烂尾楼后，便碰到了一条美食街，吃饱喝足就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整整3年不眠不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来人为了富贵长存，于是和诡异约定，在自己女儿成年的时候，将其献给对方作为贡品。但没曾想，临近大祭之日，自己的女儿却莫名死了。楚楚他们那么一大群人出去，疯的疯，死的死，就活了他一个，凭什么？他妈疯了不成？谁让你来的？被踢至重伤的杀手看着叶葵手上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立马慌了神。怪物，会是谁呢？你真是个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不是我办不好，而是他根本就不是人，他是怪物，你们懂吗？他是怪物。做不到就做不到，我养你这么久，是让你在这里给我编故事找借口的吗？赵总，我真的没有编故事，我当时砍伤了他，但那家伙的伤口能自动愈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如果不能把那个杂碎给我带回来，那我就要了你的脑袋。赵总，这是什么怪物？害怕一个不知名的小杂碎就不怕我了是吗？丽仙娘娘大驾，弟子在此叩信，大祭之日定将祭品献上。老赵，咱们收养赵楚楚这么久，就为了这一次大祭，结果他莫名其妙死了，这可咋办？赵楚楚的死因，局子里传出的消息一直语言不详，遮掩作假的痕迹很明显，说明他遇到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而能从这种事情里安然无恙的活下来，说明那个杂碎的命数肯定不一般，丽仙娘娘肯定会喜欢的。只不过我现在怕的是澎湖打草惊蛇，让那个小杂碎跑了。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你们只是想要给自己女儿报仇的。你到底是谁？谁让你进来的？你刚才还不是说要找我吗？你竟然跟着澎湖那个废物东西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只不过是好奇究竟是谁想杀了我，谁知道竟然会有意外惊喜。对了，至于赵楚楚的死因，你们也不用乱想了，人是我杀的。既然赵楚楚死在你手上，那刚好说明你比她更适合给丽仙娘娘当祭品。你知道天官吗？天官是什么？既然你不知道，那就好办了。所以这粒仙就是邪祟嘛。对叶葵来说，面前这粒仙所散发出来的味道，虽与诡异不同，但却同样相似。大胆，竟敢对丽仙娘娘不敬！霎时间，房间变得暗沉下来，叶葵有什么东西靠近。丽仙娘娘的威势不是你能想象的，真是个不自量力找死的蠢货。真是个脑残，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喜欢吃是吧？那就给我好好吃。叶葵直接扯断并用另一只手朝着巨人的嘴巴看去，那手臂中参差不齐断裂的骨骼当场刺穿了巨人的嘴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不是说我是你那个什么丽仙娘娘的祭品吗？蚯蚓往哪跑？你的脑袋还真硬啊！在来的路上，叶葵已将余下的一点属性加在了体质上面，17点的体质改变可不是一星。你身上这么硬，想找个好下口的地方还真不容易。听着传来的咀嚼声，邓菊和赵宏伟瞬间汗毛竖起，强烈的恐惧让他们完全丧失了行动力。丽仙娘娘，求丽仙娘娘救命！丽仙娘娘，丽仙娘娘救命！丽仙娘娘是他，就是他杀了六爷，他还破坏了我给你精心准备的祭品，你要为六爷报仇啊！是你活吞了小六，他想吃我，当然就要有被吃的准备。你这小子倒是有趣，给你一个侍奉我的机会，跪下为仆，奉我为主，我留你一命，保你荣华富贵。丽仙娘娘，你不能这样，他
喝水。丽仙娘娘饶命！小子，我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叶葵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原本只是木质雕像的长蛇，眼下竟然已经生出了血肉。这一切都在说明，面前这条借助雕像降临的邪祟，比他想象乃至于刚才感受到的还要可怕。莫要害怕，只要你愿意乖乖跪下，当娘娘的仆人，娘娘还是很仁慈的。怎么办？好想吃掉它啊！你怎么回事？此时叶葵的浑身颤抖，因为他实在是太馋了，甚至他都做好了召唤阴官包皮者的准备。最终他张开嘴，在长蛇的蛇躯上痴迷的深深舔了一口。你在干什么？邪祟本想依靠雕像降临后干掉他，却殊不知男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刚刚是在舔我吗？实在抱歉，我忍不住了。这是阴官。当年阴官包皮者一场事务官职，许多实力不同的大部师都从亲人口也认识到了阴官包皮者的强大。你手上的东西是哪来的？你说这个，这是我顺手捡的。那棺材里的东西呢？你是说那个剥人皮的杂碎东西吗？当然是被我吃了。吃了，阴官包皮者被你吃了。吃个东西，你这么惊讶干什么？就跟吃它差不多啊。不过说起来，还是棺材里的那个杂碎味道好一点。吃阴官包皮者跟吃掉巨人一样轻松，那他得有多恐怖啊！见情况不对的丽仙没有丝毫的迟疑，直接选择了，而雕像就保留了丽仙离开时恐惧的。还好我跑得及时。丽仙逃跑时，在雕像里留下了一条邪灵，本想观察叶葵的动向，却没曾想对方竟直接朝着雕像下嘴了，竟然以吞食邪祟诡异为乐，难道他就不怕天官吗？不过以他的实力，的确不需要畏惧那些天官。不行，这里离得太近了，我要换个地方。没想到阴官包皮者的线索没找到，反而有了意外惊喜。姑获鸟。此时的别墅中，叶葵已经将雕像全部吃掉，就连丽仙留下的那一点邪灵也被彻底消化，掌握了夜视能力，并且还得到了15天的寿命和3点自由属性。通过这一次的事情，叶葵也确定了自己那恐怖的再生能力是需要寿命作为消耗的。今天的身体恢复就已经消耗了叶葵2天的寿命。那丽仙似乎是误会了什么，管他的，我这么说打不过他的。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好像还要不一般啊。阴官似乎是感受到了叶葵的注视，轻轻的颤抖了一下，但叶葵却是装作没看到。你准备去哪里？蛇鳞，难道是丽仙的？蛇鳞上没有什么香甜的滋味，于是叶葵放弃了长长的香甜，收起了鳞片。我一家人嘛，就应该整整齐齐的。听官考核提审了，告诉我位置，我现在去接你。快去吧，咱们已经迟到了。他就是这一次孤鹤鸟大人专门提出要求破例来参加天官考核的那个人吗？那他的天赋应该很不一般吧？因为他让天官考核都推迟了。何止？听说他好像连天官考核的初筛都没有做。在开始前，我还是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霸下秦省管理局的持级者，也是你们的主考官。接下来，咱们直接开始考核的第1项，点燃灵性。不管你们清不清楚，我都需要再次解释一下，天官之所以能够对抗邪祟与诡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点燃了自身的灵性，而灵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过，在座的各位能够来到这里，就代表着你们通过了最初的筛选，身体里存在灵性，但灵性能不能点燃，还是要看你们在多宝塔感应碑下的表现。怕灵者不需要点燃灵性，这一项也必须参加。你们的成绩已在点亮多宝塔感应碑碑文技术。灵者又是什么？麒麟乃天地瑞兽之首，生而灵性就已经点燃，有能力之人便被称为灵者。而你所知道的张道陵、王重阳、张三丰，乃至于济公，很有可能都是灵者。你是？我叫陆远。你怎么对灵者的情况这么了解？什么都不知道就敢来，不错不错，我很欣赏你。这就是我为什么知道的原因。所以你就是灵者？没错，虽然我们灵者生来就已经点燃了灵性，但多宝塔感应碑是一件4级封印物，能让坐在它下方的人感受到大绝望、大恐怖，对我们的成长同样有好处。总而言之，就是能够点亮多宝塔感应碑的碑文越多，说明天赋越高。这些消息来参加天官考核的人都知道吗？当然不知道，这些都是我爹告诉我的，属于比较机密的消息。那你就这么说出来，不会有事吗？
能有什么事？哪怕有事，还有我爹替我顶着，我怕什么？你别这么看着我，你比我厉害多了，好吧？你有着孤火鸟大人的推荐，直接就能来参加考核，我就只恨我爹不争气，不如孤火鸟大人厉害。那我觉得你爹还要更努力一点才行啊。我也这么觉得，我爹不努力，我怎么能过得上好日子？男人故意让封印物将自己拉进诡异幻想，为的只是证明自己不是死。坚持的越久，获得的好处越大，希望他好运吧。不要过来啊！不错，点燃灵性，亮五字，风系能力。哦，我通过了，哈哈哈！我竟然通过了，不错吗？还是跟我一样的自然能力。下一个是萧敬年。救命！没能点燃灵性，下去吧。终于到我了。身为灵员，在失去意识的瞬间，他身上便猛地燃起了火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神情在恐惧与惊悚中不断变换着，最终点亮了148字。不错，成绩超过了前面的所有人，没给你爸丢人。嘿嘿，怎么样，哥们帅不帅？厉害厉害！随后几名灵者也都纷纷进行了测试，除了一名名叫乌奇的男子点亮了足足256个碑文外，其他灵者的实力也没有能够超过陆远。乌奇，其实来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次考核的第一名大概率就是乌奇了。他的实力怎么领先这么多？不过就是天赋好一点，没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你们有矛盾？对了，一直在说点亮碑文，但这感应碑究竟有多少个碑文，我还不清楚呢。而在这一项测试里，点亮碑文最多的人又是谁？多宝塔感应碑上一共有2027个碑文，在咱们秦省天官考核里，点亮碑文最多的只有孤火鸟大人，他当时一共点亮了1630个碑文。哦，1630个碑文，恐怕不会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最后一人叶奎。好小子，我还说我们作为灵者了不起，可以最后出场，原来你才是压轴的啊！嘿嘿，他迟到这么久，还排在最后，我真好奇他能做到哪一步。护火鸟大人看中的人肯定不一般吧？哼，可以开始了。接触感应碑的瞬间，叶奎便清晰地感受到了一抹阴沉的气息，朝着他冲了过来。但下一刻，气息在他额头前猛然停了下来，不敢前进半步。怎么回事？他怎么没有要失去意识的迹象？抱歉。见状，叶奎赶忙放开了对前方那抹阴沉气息的锁定。那气息犹豫了一番后，小心翼翼地没入了叶奎的眉心。站在悬崖边上的叶奎突然脚下落空，然而面对这令人惊魂丧魄、悚惧绝望的一幕，叶奎却丝毫没有情绪波动。原来是这样。多宝塔感应碑就是让参加考核的人们感受生死，从而在命悬一线之际点燃自身灵性。不过可惜的是，叶奎并不害怕，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自己的思维与理智。而石碑似乎也察觉到了断裂的悬崖没有给叶奎带来影响，于是画面骤然一变，叶奎已经出现在了一间昏暗的地下室内，一把手枪正直直地抵着他的额头。按照以往的经历，开枪时会给人带来第一次恐惧，而卡壳换弹会几何倍再度加深恐惧。可这人，你怎么不动了？这玩意真的能打死人吗？叶奎一边嘟囔着，一边将枪管直接塞进了自己嘴里。感应碑似乎是生气了，这一次的挑衅更为逼真，甚至四周都已经有阴气存在。早来啊，早来这一套，谁困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吧？真的有人能在感应碑下坚持这么久吗？该不会是感应碑坏了吧？妈的，到底怎么个事啊？这叶培的神情从始至终都很稳定，甚至还有一丝兴奋，这得有多高的天赋啊！不能再等了，叶奎，怎么了？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按理说叶奎本该是听不到外界的声音的。你什么时候醒的？就刚刚啊，不是你叫我了吗？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啊。你刚才真的进入幻境了吗？当然，失去意识以后，我就出现在了一个个可怕的场景里。如果不是因为听到你叫我，我应该还不愿意醒过来吧。所以，只要你想，随时就能醒。你们不是吗？不应该啊！哼，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是你没想到，还是根本不敢说？会让我们等了这么久。持级者大人，你应该早就判断出来了吧？这小子从头到尾都在骗人。霍董，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根本就没有被多宝塔感应碑影响。不可能，他入多宝塔感应碑范围会发生什么？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是很清楚，但是你作为这么多年的资深天官，应该更清楚一件事情：多宝塔感应碑能影响的，只有存在灵性的人。我只是在幻境测试中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却被人指责是在作弊。多宝塔感应碑能影响的，只有存在灵性的人。如果他连灵性都没有，那还谈什么影响？这小子倒是聪明，从参加考核成员们的反应中总结出了经验，然后就开始装神弄鬼骗人。行了，蛊惑鸟要给叶葵考核名额的时候，也没有提及有无灵性的事情。现在天官考核还没有结束，至于涉不涉及到欺骗，等结束以后才有定论。你先下去吧。你们这个多宝塔感应碑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封印物是不会出问题的。这个叫霍斗的有点意思。小兔崽子，是真行啊！不仅把我们都忽悠了，最后还敢得罪霍斗。霍斗的事情另说，但是考核的事情我没有骗你们。行了行了，都是哥们，你跟我就不用这样，我很欣赏你，不用担心，哪怕你没有灵性，哥们也会罩着你的。真给林者丢人。以前你喜欢跟一般人混在一起就算了，没想到现在连这种货色也看得上。林者又怎么样？你还不是买不起车？你看我这又买新车了，气死你！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市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我不像你们这群东西，觉得自己身为林者，血脉就高人一等了。林者本来就血脉高贵，跟这种货色在一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杨炳这家伙的能力好似是能够拖着人进入梦境。他脑子不太好，不单是杨炳，这一届参加考核的林者脑子都不好，觉得自己身为林者，血脉高贵。他们还成立了一个什么林者会，当时邀请我加入，我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要不是吴起比我厉害，吴起他爹也比我爹厉害，我早就教训他们了。吴起就是林者会的创立者，那个霍斗就是吴起他爹。哦，原来是这样。不过为什么吴起他爹叫霍斗？霍斗只是代号，每一个达到3级以上的天官都会有着专属于自己的代号。行了，咱们不说这些，按照持级者大人所说，天官考核好像还没结束。怎么回事？他们人呢？我爸也真是的，都不给我多透露一点关于考核的事情，都不给我多透露一些关于考核的事情。你怎么学我说话？我没有，是他在说话。是他。此时的整个教场内已然变为了一片杂乱，所有参加考核的成员都遭遇了类似的状况。显然，第二轮考核开始。小心点！你看着面前这一幕，狰狞女子残躯一僵，难以置信的眼神中猛地闪过了一抹惊恐。那个不好意思啊。你缓一缓，我只是好奇，不会真的对你做什么的。你跟我说。叶葵本想安抚一下对方的情绪，可女子还是死死闭着眼睛，发出持久的尖叫。行了，再闹我就把你那个眼睛也给嘬了。你不准吃了。说了，我只是好奇，不会对你做什么的，还一个劲的使劲嚎。那你把眼睛还我。你刚才喊成那样，还有脸问我要东西？刚才不是说你是连灵性都没有的普通人吗？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在老辈那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连吓唬你都没敢太用力，没想到你竟然对我做出这种事情。不就是长了一点吗？你这语气怎么弄得我好像跟始乱终弃的渣男一样？你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竟敢这么对我！叶葵露出了一抹笑容，抬起头看向了上方，视线停在了笼罩在整个道观上空的灵性树上。那是你爸？你怎么知道？就是你的鬼域将整个管理局笼罩起来了吧？你是不是坏人？我怎么可能是坏人？那你发誓？我真的不是坏人，我能来这里是因为蛊惑鸟的推荐。对，刚才太紧张我都忘了，他没说过你是小鸽子推荐的。唉，刚真是吓死我了。不过你是小鸽子推荐来的，还这么对我。至于你刚才的问题，准确的说，我的鬼域是以整个秦省的管理局作为我鬼域锚点而设立的。所以你算是诡异、邪祟还是封印物？我可不是邪祟和诡异，现在的我应该算是封印物，5级封印物。真了不起！
嘿嘿，所以天官考核的第2项就是由你进行的吗？没错。大夏说，最近诡异复苏的情况越来越多，还出现了紧急事件，天官考核也必须做出改变。那第2项的天官考核会出现伤亡吗？受伤当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啦。大夏说了，如果连这一点东西都没有办法承受，他们就根本不配成为天官。不过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尽量不要让他们出现生命危险。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有人想要趁机在黑暗对同伴动手，那要怎么办？什么？女子一愣，看向了叶葵所看的方向，只见杨炳正在黑暗中寻找陆月所化作的火球的位置。在这一次天官考核开始前，灵者会的成员就已经通过巫启知晓了这一次考核的相关安排，而这也是他这么快能够摆脱恐惧的原因。他要干什么？他记得我在陆月身边，所以他在找我。找你？女子不明白原因，但她还是看出了杨炳眼神中的恶意。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可能是因为一些小事。那可不行，虽然巴夏没说过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但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不，我的意思是，既然没说过要怎么办，那就真太好了。最后再多说一句，买车我推荐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男人在黑暗的考场中四处寻找我的位置，欲对我图谋不轨，却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看是不是他想要图谋不轨的？既然我都发现了，肯定是要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我要先动手，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那肯定有道理呀。那你注意安全。那我先去忙，等考核结束再找你玩。一个连灵性也没有的低种人，也敢对吴哥的父亲指手画脚。算了，没找到那个杂种，就先给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杨炳随即便发动了自己构筑梦境的能力，前方陆月的身影猛然一颤，即将被拉入梦境。真烦人！在这之前我们到底干什么了？为什么我们会躺在精神病院啊？出都出不去，而且我这手机上怎么有短信说我的车又是违章又是出车祸啊？那可是我才买的新车呢。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市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你不是在找我吗？怎么对陆月动手了？怎么可能？这考核还真是越考越回来了。一个连灵性都没有的普通人，能这么快脱离？不回答我就算了。妈的，给老子去死！随即杨炳便在叶葵脑中构建了梦境，但当杨炳睁开眼时，却发现梦境与自己想象的不同。怎么是一片虚无？我就说，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只见视野中的那口棺材缓缓打开。杨炳双眼就这么死在了自己的梦中。你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用这么大力捏你啊！算了，叶鬼，你没事吧？我一直在找你。没事哦，没事就好。刚才应该就是第2轮考核，谁知道竟然会这么突然？还好你提醒了我一声，我才把那个吓唬人的司马懿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不过你是什么时候清醒的？就刚刚。这次考核好像真的不一样，竟然这么多人都没顶住。杨炳死了。怎么回事？吃极者，死者是在极度的恐惧刺激下，意识被冲散，导致双眼炸开，瞬间死亡的。不过什么？死者的喉骨有断裂的迹象，应该是临死前被扼住过喉咙。第2轮的考核是有来自窒息的恐惧。霸下盯着杨炳的尸体，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随即他抬起头看向了上方，头顶宛若聚散的银杏树枝干顿时摆阵起，发出阵阵声响，仿佛在诉说着。竟然会有灵者在天官考核里被吓死，真不知道是他胆小，还是咱们管理局的培养体系出了问题。知己者，我觉得杨炳的死亡没有那么简单。作为咱们培养出来的灵者，通过不了考核就算了，肯定不至于在恐惧之下丧命。那你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是早就将第2轮考核的相关内容透露给了他们吗？怎么还死了？对于杨炳的死，我很遗憾。不过大家放心，后续对于死亡中的疑点，我们会做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先公布第2轮的考核成绩，我们先公布第1名吧。只见银杏树开始摇摆起来，随后一片精致的银杏叶在众人目不转睛的视线中缓缓飘落。所以这就是第1名的标志吗？
不可能，第一名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废物，一定是刚才树叶落下的时候被风影响到了。哼，我怎么可能弄错？不可。哼。真是年纪大了，受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惊吓。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考核成绩不会骗人。第2轮考核的榜首是你，叶葵。爸，那考核第1的奖励。闭嘴！一点小事，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这个废物第1轮的考核都没有成绩，他拿什么给你竞争天官考核的第1？霍斗！持级者大人，实在抱歉，我是担心被别有用心之人混进咱们天官，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后再多说一句，买车我推荐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灵性测试后，我本以为自己没有灵性，却没曾想在我离开片刻后，那测试灵力的风破裂，甚至还点亮了全部碑文。曾经最厉害的天才也才点亮了1000多个。我的天，怎么全部亮了？还好只是灵性减弱导致的碑面裂开，应该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叶葵，刚刚你是最后一个测试，告诉我你在多宝塔感应碑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倒也没发生什么，当时我被拉进幻境后，迟迟没有被吓到，然后他好像有点生气，就幻化出来许多诡异。然后呢？然后我就把那些诡异全都给弄死了，也不是全部，还剩了2、3只吧。听到你叫我以后，我就醒过来了。亮碑文2027字，甚至逼得感应碑灵性耗尽，险些断裂。他怎么可能做到这种地步？说不定是其他人。我可以确定是叶葵做的。哼，叶葵，你的天赋我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了。哥们，你这让我还怎么跟你做朋友啊？对不起，我记得你刚才唧唧歪歪个没完，怎么现在不跟我哥们比成绩了？对了，还有你爹，你俩怎么都不说话了？是不喜欢说话吗？行了，又不是你考核成绩第1，这么得意干什么？我哥们第1，我还不能得意了。你这般天赋的年轻人，也真是让我长了见识。如今诡异复苏愈发频繁，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出现，无疑是一件好事。还好孤火鸟推荐了你来。不说那些了，第1轮考核出现了失误，是我们的问题。对了，你点燃灵性觉醒的能力是什么？我的能力。叶葵微微皱眉，刚才在感应碑创造的环境中，他只记得自己吃得很过瘾。至于所谓的点燃灵性，叶葵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不过他又想了想，自己很有可能也是一名灵者。我的能力比较复杂，首先，随即叶葵直接在自己手臂划出了一道深可见底的伤，一瞬间肉芽翻飞，直接开始愈合。极强的恢复能力吗？原来是体质类的能力，怪不得当时在石碑下没有反应。太可惜了吧，他的天赋那么高，能力竟然只是体质类的。能力也有类型的区别嘛？点燃灵性后觉醒的能力分为体质和精神类2种，像我的能力就归属于精神类。精神类的能力可使用的途径更多，也更容易对诡异和邪祟造成伤害，而体质类的能力只能加强身体素质，局限性会大一些。原来是这样，不过没关系，除了体质类的能力外，我还有。我知道了，是他杀了杨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最开始我一直以为叶葵是个普通人，如果他天赋如此不凡的话，那一切都说得通了。当时我听到杨炳嘀咕着要教训一下叶葵，结果就出事了。你们看，这个杂碎身上还有着杨炳的血。简直胡闹！不过乌奇所说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他倒是没说错，这就是杨炳的血。刚才我擦过了，结果没擦掉。乌奇愣住了，他没想到叶葵这就直接承认了。你看，是这个杂碎杀了杨炳，这个杂碎竟然在天官考核中对同伴出手，简直罪该万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当时真的很想要了杨炳的命，但是杨炳真不是我杀的。持级者，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应该就清楚了。他竟然会妖孽到如此地步，不仅知晓了银杏树的存在，更是能够察觉到我在跟银杏树沟通。考核中，杨炳想要趁乱对叶葵出手，未能发现叶葵的踪迹，就把目标换成了陆月。但在他准备动手前，被叶葵抓住。哥们，竟然还有我的事！怪不得当时考核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瞬间很困，原来是杨炳那个杂碎。持级者大人，杨炳图谋不轨固然不对，但他终究是被叶葵抓住了。叶葵还说不是他杀的，那杨炳还能是被自己吓死的不成？杨炳被叶葵抓住后，未等有所动作，古怪莫名受到巨大的恐惧冲击，直接自亡。什么？对，真的是自己死掉了。当时眼球就在我面前，直接炸开，溅了我一身血，可把我吓坏了。但是你把杨炳的喉骨捏碎的。对，
我们发现杨炳身亡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也没人问我啊！放屁！你就是在放屁！杨炳的喉骨都被你捏碎了，你还说没杀他？如果迟个1、2秒，杨炳就死在我手上了。但现在的事实就是我没杀杨炳。持旗者大人，如果针对杨炳的事情不能说明情况，那么这一则消息就非常严重了。我刚刚接到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10点，跟叶葵一同经历过一起诡异事件的赵楚楚父母死在了自己的别墅。根据对四周情况的调查传回的消息，最后离开他们别墅的就是叶葵。在鬼域内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妄加揣测。在离开鬼域后，叶葵竟然连赵楚楚的父母也不放过。男人被人指责是草菅人命的恶魔，却显得一脸无所谓，甚至还将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给藏起来，继续激怒对方。赵宏伟和邓举确实是我杀的。叶葵，你杀他们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是立仙的信徒，当时还想杀了我。立仙可笑至极，作为最擅长藏匿的6级大邪祟，他不是你听说过名字就能拿来用的。你既然知道立仙，那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真的遭遇了他的信徒吗？面对超级天才，霸下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帮忙证明。叶葵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过头挑衅地看向梅子，就好似看着一个死人。持旗者，你也看到了，他一直是在胡说八道，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个杂碎天赋不凡就起了爱才之心而心软了。要是让他这种人成为天官，造成的伤害恐怕要比一般邪祟更可怕。霸下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巫体的说法。可此时管理局上空，银杏树猛然晃动起来，仿佛在焦急地诉说着什么。我直到现在都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对2个普通人下杀手？我说过，他们2个人是立仙的信徒，他们想要杀了我，那我就只能要了他们的命。那这么说来，谁要杀你，你难不成就想要了谁的命？当然，如果你想要杀了我，那我也会要了你的命。怎么，要试试吗？要是就快点，我赶时间。嚣张至极！我看你这宝物也是杀人月获得来的。左下角免费领的，你不会不知道吧？不可能，我就没领到。你下错了，我左下角阴阳双剑压根不用下载，点击即晚，升级就送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私领的厂商都实时打包发货了。还真是，左下角点击注册就有领取界面，升级立即发货。我左下角可严格把关过，游戏好玩，升级简单，领手机都是顺手的事。对不起，你不会是嫉妒我才说这么多吧？持旗者刚刚的态度已经说明了可以拿下叶葵，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能拿考核第一。死到临头还巫启发动能力后的瞬间，叶葵身体一僵，他只觉自己的双手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挤压在真是可笑，一个小小的体质类觉醒者也敢口出狂言。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放开巫启。好的。不要。是你让我放下他的。杂碎东西，我要扒了你的皮。叶哥，你没事吧？我刚在你左下角领的手机发货了。这个左下角谁都能领吗？那当然，人人都能领，而且这次是长期活动，链接在就还能领。为了感谢粉丝支持，厂商特意加了1000台3折叠，一起放左下角了，大家抓紧点击参与，试试又不花钱。孤火鸟，谁让你出手阻拦的？我要杀了这个杂碎！孤火鸟没有理会暴怒的霍动，而是转过头朝着叶葵问道：“怎么回事？他要我的命，我就只能杀他了。有什么问题吗？”孤火鸟的话不单让霍斗愣住，就连教场内的其他人都猛然错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从孤火鸟口中听到如此回答。他在天官考核现场当着诸多天官的面动手杀了我儿子，不单是我儿子，天官考核中死的另一名成员也跟他有关系，他还动手杀了2名无辜的普通人，像这种残忍嗜杀之辈就应该直接处死，而你还推荐了这种人来参加天官考核，也逃脱不了责任。怎么回事？他说的那个杨炳又不是我杀的，至于那2个所谓的无辜者，我说过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立仙的信徒，当时还想用我当祭品，杀人者人恒杀之。有什么问题吗？你是准备把这个杂碎袒护到底了吗？无祸鸟，如果说吴起和杨炳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率先出手引得叶葵反击，无奈之下能够理解，但叶葵杀害普通人确实不争的事实，并且吴起出手的原因也是于此。我知道你想帮助叶葵，但是一些东西是不能挑战的。他不是说了那2个不是普通人，而是立仙的信徒吗？可是这都是叶葵的一面之词，你也知道
厉仙谨慎胆小，最会保密，甚至都已经有了信徒的大邪祟。厉仙已经躲过了管理局多少年的追捕，他不可能莫名出现。厉仙想要联系信徒，必须在方圆1000里以内，而我发现他的时候就在城外不远。不过厉仙保命的确有一手，就这样都被他跑了。好香啊！这可是6级大邪祟啊！看来你的实力又有精进了。这证据够不够？能够重伤厉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这也只能证明厉仙出现在了秦省，但跟叶葵遭遇厉仙信徒的事情并没有直接关系。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当时杀掉那2个厉仙信徒的时候，他们身上掉出来了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鳞片能不能当作证据。厉仙鳞，厉仙本无鳞，但为了让信徒能够与他沟通界限，乃至于让自身降临，厉仙便会凝结鳞片，赏赐下去。可是你身上有厉仙鳞，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如果你早点拿出来，乌起不至于会死。嘿嘿，刚才我忘记了啊，谁知道他那么冲动，直接就朝我冲过来，我要不还手，差一点就死在他手下了。这有趣，真是有趣。出人命了，才把证据拿出来。如果刚才不是我出手阻拦，你是不是还准备连霍都一起干掉？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我是真忘了鳞片的存在。再说了，霍斗可是3级以上的高等级天官，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哪种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10级者，这个哪种故意的？他是故意找借口要杀死乌起的。你不能冤枉好人啊！是你儿子先动手想杀我的，并且是你让我松手的，怎么能怪在我身上？如果可以，霍斗愿意付出一切，直接将叶葵撕成碎片，但由于孤鹤鸟的存在，他根本没有机会。你给我等着！10级者，他威胁我。霍斗突遭变故的心我很理解，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一下，先给你放几天假，回去休息几天吧。哼。哥们，你想干什么？霍斗可是4级天官。你想什么呢？我只是担心霍斗会想不开罢了。好，那就好。10级者，发生了这么多意外，对我成为天官的事情不会有影响吧？目前来看不会有影响，但是你刚才失手杀掉了乌起，下手还是太狠了。哦，那你说怎么办？就在霸下思索的时候，陆月迅速接过话：“那个10级者，如果我哥们成为天官没什么问题，那考核第1的奖励是不是？奖励自然算数，毕竟这是天官考核前已经定好的事情。哦，那不知道奖励是什么？其实奖励也很简单，就是一次前往总部收容所挑选封印物的机会。真的假的？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拿出来当奖励？咱们管理局竟然有这种权限10级者去总部收容所挑选更换封印物的权限，本应该是你的吧？没错，各管理局10级者都有着一件等级极高的封印物，但由于担心封印物负面状态带来的持续影响，需要定期去总部收容所挑选更换。如果这次权限是奖励的话，那10级者你怎么办？我已经很老了，各地管理局的10级者就属我年龄最大，与其总拿着封印物浪费，倒不如把这次机会留给年轻人。可是你不用担心我的安全，我都这把年纪了，走出管理局总部都费劲，还有什么需要我出手的地方啊？并且封印物与挑选人是双向选择的，你也不用担心年轻人拿到封印物后会有什么影响。10级者大人，我还是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不用再劝了，我就知道很有可能遭到反对，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们。也就只有霍斗听到我提过一嘴，最后结局就变成了这样。难怪霍斗和乌起会这么有人。怎么样，这个奖励你还满意吗？满意，我非常满意。虽然直到现在叶葵对封印物都不是很了解，但通过银杏树和多宝塔感应碑，叶葵却也能够感受到封印物的不俗之处。最关键的是，叶葵在多宝塔感应碑幻境中大肆吞噬诡异后，虽没能得到新的能力与属性点，但他的寿命却足足增加了2个月。你满意就好，毕竟这个条件在华夏所有管理局里，只有我愿意拿它出来当做奖励。当然，我就知道全华夏就属你最有魄力。不知道这个奖励咱们什么时候能去领？明天怎么样？明天可能不行，最早也要到1个月后了。1个月后？怎么这么久？因为1个月后我才能进京述职挑选封印物，刚好借着这1个月的期限，我要额外对你进行1个月的考核。我不是都已经通过了天官考核吗？你是通过了天官考核，但是鉴于你在天官考核中的表现，我的考核你还没有通过。只要这1个月的考核结束，你就能够成为正式天官。其实根本没有1个月后才能进京述职的说法，只是因为霸下怕这个妖孽不能
还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吃什么？没什么，1个月就1个月。听你们的意思是，叶葵是这一次天官考核的第一？刚才说了那么多次，你一直都不知道吗？我没注意，甚至我都没想到他能获得什么好成绩。那你为什么要出手救他？你们不觉得他很有趣吗？你们一直说叶葵天赋不凡，究竟有多不凡？多宝塔感应碑，你当时点亮了1630个碑文，而叶葵点亮了全部2027个，并且还硬生生把多宝塔感应碑震裂了。有趣，真是有趣。没想到当初小小的鬼域里，竟然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就是希望你的成就将来也能赶得上我预先的躯干。管理局应该有大用，就留给你们秦省管理局。既然已经给叶葵加上了1个月的考核期，那么对于他失手杀死吴起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了。你小子实力不凡就算了，竟然能抱上这么一条大粗腿！6级大邪祟的残局，哪怕只有1/10，就足以让华夏所有的管理局打破头争抢。而孤火鸟就为了不让你受到那不知有没有的惩罚，居然就把立仙的残局全部拿了出来。我真是牙痒痒。最可恨的是，我爹哪怕再努力，恐怕这辈子都做不到这一切。真是个好儿子啊！霸下随即便取消了后续可能对叶葵的惩戒，并对余下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叫他们明早8点在教场集合后，会根据他们点燃灵性的能力分在相应的部门。刚才我看过了，咱们2个人的宿舍都刚好分在了一起。以现在的状况来看，明天分配完部门，恐怕就要出动了。就是你刚才在持旗者面前嘚个没完，让你爹我一个人挨。叶葵不用等我，我晚上不回来睡了。小树，快出来，我来找你玩了。算你有点良心。告诉你，你应该好好感谢我，要不是我，小鸽子根本就回不来。孤火鸟是你叫回来的？那当然，你大晚上的叫我出来，肯定不是单纯陪我玩这么简单。我真是找你玩。当然，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你要干什么？想问我要吃的可不行啊。不是要吃的，你能告诉我那个货斗住在哪里吗？你有趣，果然被我猜中了。我就说没那么简单，你肯定不会轻易的放过货斗。你晚上不睡觉的吗？睡觉？我成为天官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睡着过了。小鸽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肯定要陪我说说话啊，哪像你，晚上一看就不是来找我玩的。你不是想从公孙必恶口中得到货斗的下落吗？怎么不说话了？公孙必恶是谁？我的名字好听吧？是小鸽子给我起的。我真的是崩溃了，崩溃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才能从这破精神病院出去？南院长老是出些脑筋急转弯，是个人都回答不出来的好吧？关键我的车还在治安队呢，那可是我才买的新车啊！我也不知道，可能住院费用光了就会让我们出去了吧？不过你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市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所以你准备怎么杀货斗？既然已经被他知道了，藏也藏不住的。我有一些小小的准备。你的底牌应该就是白天透露出的那抹阴沉气息吧？不得不说，那道气息确实不一般，虽然没有完全出现，但是那一缕气息甚至都让我感受到了危险。杀个货斗，绰绰有余。连孤火鸟都感受到了危险，看来阴官包皮者的实力比我最开始想的还要夸张。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从哪得到的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要对货斗出手的话，你恐怕用不了这个底牌了。为什么？你不会以为霸下和其他的天官都是傻子吧？要不然你觉得霸下为什么要给你加上1个月的天官考核期？只要你散发出的那种气息达到一定限值，甚至都会被管理局总部检测到。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底牌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但被总部检测到，确实一定会出现状况。好不容易遇到了你这么有趣的人，我可不想眼睁睁看着你送死。原来他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啊！什么？现在还想对货斗动手吗？我应该不是4级天官的对手吧？你天赋不俗，各项能力都极为不凡，如果给你一段时间，货斗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但现在的你不行。那你看看你方不方便？货斗应该不是你的对手吧？你知道要请一名6级大天官出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更不要说还是对同为管理局天官的同伴出手。
既然你这么想要霍豆的命，我倒是可以附赠给你一个消息。由于霍豆离开的时候，想要报仇的心表现得太过明显，霸下担心他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也算是为了保护你，他遏制了霍豆的一些灵性。也就是说，现在的霍豆没有4级天官的实力了吗？实不存一。但是，即便他被遏制了灵性，也不是你能抗衡的。霍斗是一名有着召唤能力的天官，他那些狗的能力可没有降低多少。不用底牌的话，你准备怎么动手呢？召唤物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好好成长。更何况霸下不是答应你让你去总部收容所挑选封印物吗？要是你拿到了合适的封印物，恐怕1个月后霍斗就已经不再是你的对手了。我知道了，知道了就好。孤火鸟满意颔首。其实他今天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劝说叶葵不要做出太过于冲动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知道一下霍斗现在在哪。知道以后我也能离那远一点，免得出意外。这你倒是不用担心，霸下在遏制了霍斗的灵性以后，已经让他回家休息了。他家就在这时，公孙碧乐突然接过话，把霍斗家的位置告知了叶葵。离得还挺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心了。那个我想先休息了，倒是麻烦你大晚上还在苦口婆心的劝我。哼，还有我。都感谢。好啦，你不用担心啦，他应该是不会出去了。哎，小鸽子，他不是说不去了吗？想去就去吧。可是那不是去送死吗？想死谁能拦得住？就是可惜，好不容易才能出现这么个天赋不凡、有趣的人。都是一群杂种，吴起明明就是那个杂种，故意杀的还视而不见，竟然还封住我的灵性。哼，叶葵你等着，我一定会一点点把你的皮扒下来，来告慰我儿。倒也不用等，我这不是来了吗？叶葵，最后再多说一句，买车我推荐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在考场中，我将英光的儿子站住，为了以绝后患，我便主动找上了门。小杂种，我真的感谢，让我在想扒掉你皮的时候自己送上门。在与霍斗召唤出的猎犬缠斗时，叶葵便意识到霍斗的武器被霸下遏制的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小杂碎，你要干什么？封印物，没想到啊，你身上居然还藏着一件封印物。完了，这伙精神病院的住院费还有10天的才能用完，用完才能出去。我的新车违章后又被扣在治安队，每天可都是要算保管费的。你就当保管费是拿来交住院费了。不过你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市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难不成这看起来品级不高的封印物就是你来找我的礼物？这些狗出现的位置飘忽不定，还真是难缠，只能提前预判猎犬出现的位置。就在猎犬的消失时，霍斗更不自信，因为就在刚才那一瞬，他感受到了自己体内已经被遏制的灵性猛然消散了一缕，这代表着叶葵刚才咬的那一口是直接将诡异猎犬的灵性给吞噬了下去。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吃掉诡异？哼，不管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子都要让你死！一拳鬼仆，你点燃灵性觉醒的能力不是体质类的吗？丁，召唤一拳与召唤鬼仆同属一系能力，是否融合？请注意，融合所需寿命4个月。叶葵没有丝毫犹豫，便选择了融合，但他没有发现自己的寿命曾经只剩下2个月17天，哪怕加上增加的3天，也只有2个月020天。但好在融合消耗的寿命不是瞬间消失，而是以一个极快的速度不断减少，这给叶葵留下了而同时他也获得了融合后的能力。你的召唤能力是怎么来的？他们为什么可以进化？叶葵没有时间理会霍斗，因为他现在需要不断的吞噬一拳，以填补寿命流失的。最终，叶葵在霍斗绝望的眼神中吞掉了所有的一拳。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到底是邪祟还是鬼？只要你愿意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死都愿意。我自杀，我愿意自杀。只要你告诉我答案，我绝不让你惹上一点麻烦。面前的一切已经彻底冲破了霍斗的心理防线，眼下的他只想知道鬼仆为什么能进化，叶葵为什么能吞噬诡异。奶奶的，只剩1天的寿命，这下好玩了。
虽说寿命只剩1天，但吞噬10余只翼犬后，却给叶葵带来了7个自由属性。你干什么去了？怎么累成这样？早上锻炼了一下。真的假的？鉴于大家都已经成为了天官，所以这一次集会的目的就是根据大家的特长，将大家分配到相应的部门。现在也是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异常事务管理局的部门构成。管理局一共分为4个大部门，其中有负责后勤和行政安排的书部，负责诡异事件善后以及神秘学相关的补部，还有负责治疗伤员的医部和负责执行与清理异常事件的几部。在将大家去向安排妥当后，就直接会开始执行任务。吃鸡者，咱们能不能加快进度？以我的天赋，应该是去直面诡异的几部，对不对？没想到叶葵这么有正义感。吃鸡者，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要不然是这样，你直接把任务告诉我，我现在就出发。哥们，我知道你厉害，但是咱真没必要这么着急。哪怕你想要好好表现，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的啊。最起码要等吃鸡者把安排和话说完吧。我着急呀，更在乎这一时半会，耽误了时间可是要死人的。我知道可能会死人，但是你放心，刚才持旗者大人不说了吗？外面还有不少天官在执行任务。可是死的是，反正持旗者大人，你快点安排吧。看到这一幕，霸下无奈的摇了摇头，但还是加快了会场的进度，直接公布了大家的去向名单。可念到最后一个时，叶葵却愣住。叶葵一部，一部。持旗者，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我的能力好像跟疗伤治愈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啊。没有弄错，你的去向暂且就是一部。霸下之所以将叶葵安排在一部，是怕叶葵在几部直面诡异时会出现什么变故，而一部一般都是在处理完诡异事件后才出场的，可以减少一些意外。再者就是霸下能更好观察叶葵。霸下想再说些什么，忽然收到霍斗去世的消息，去看看。最后再多说一句，买车我推荐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与我作对的天官恶有所干的，却被法医判定为死于自杀。自杀，4级天官会自杀。持级者，我推测是由于昨天巫启的死亡带给了霍斗太大的打击，再加上他的灵性被压制，这一切导致了霍斗情绪的变化。回到家中便开始发泄，但最终他的情绪未能得到缓解，崩溃之下操控着一拳咬掉了自己的头颅。我还有着另一个猜测，是有实力远超过霍斗的邪祟或者诡异，在霍斗根本来不及反抗的情况下，直接咬掉了霍斗的脑袋。我们管理局的管控系统可能已经出现了漏洞，毕竟当时阴官剥皮者消亡时，察觉到的也只有阴官剥皮者的气息。管控系统确实有可能出现了漏洞，这我会跟总部那边反映的。不过诡异和邪祟应该也不会在我和孤火鸟的眼皮下犯事。对了，你对霍斗死因的判断是什么？首先肯定要排除邪祟跟诡异，剩下的当然就只剩自杀了啊。罢了，那就暂时将霍斗以自杀归档。不过说来也奇怪，最近死的这3人都与叶葵有过冲突，这叶葵倒真像个灾星，谁跟他有仇，谁就莫名其妙的死。还真是巧了。又是巧了吗？实体者，你当时说关于叶葵去向，关于给伊布那边打招呼的事情，坏了，你赶紧去把我的新车开过来，我们回教场。你最近发展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这么方便，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市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此时的教场内，各个部门的天官都已经将分配给自己队伍的成员。小胖子，跟我走了，你别给我打过招呼，让我好好照顾你。遗稀书，你看我哥们一直没人管，咱们小队能不能再加一个？我那个哥们真的加什么人，分配的名单都是有数的。好啊！我操！尼玛，该不会是把我给忘了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次说什么也一定得给咱们小队要一个名额。对啊，咱们小队伤亡率低是队长你的功劳，不能因为伤亡率低就一直不给咱们小队补新人。对，这都3年了，咱们小队没来过一个新人，这一次就算绑，咱们也要绑个新人回去。人呢？怎么人都没了？会议结束不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吗？你是这一次通过天官考核的成员吗？对，没想到啊，没想到，竟然还给我升了一个。走，跟我走。你们这是？我们是这一次你要加入的天官小队，持级者应该都给你们说过了吧？考核结束后，给你们分配好了加入的队伍，看我们对你多重视，整个小队都来接你了。对，没错，他是咱们小队的队长二叔，为了来接你，我们可不容易呢。对了，你是哪个部的？叫什么来着？你是我队长，连这些都不知道吗？我这不是忘了吗？你重新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咱们小队的成员都认识一下。
我是叶葵，霸下最后给我分到了，好像是伊布。没想到啊，没想到伊布天官这么罕见的宝贝，竟然也能被我捡到。说完，耳鼠赶紧拉着叶葵离开了教场，直到离开队长，有了伊布新人的加入，咱们现在手上那个棘手的任务，是不是可以再去试试了？对，咱们现在就再过去一趟。我还不相信，有了伊布新人的帮助，这个异常事件咱们处理不了。马上就上场，这我喜欢啊！你们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关于你们说的那个棘手异常事件的情况吗？不错不错，刚加入小队就想着怎么完成任务，你的觉悟我很满意。不过这个棘手的异常事件很难用话讲清楚，你去一趟你就知道了。很快，4人便来到了老城区，一片老旧的住宅小区内。邪祟与诡异出现的地方，不是应该隔离开才对吗？这里为什么有一些诡异与邪祟伴随着杀戮与破坏，而另外一些可能就在咱们身边。小张又来了，4楼漏水的问题还没解决吗？还没呢，但是你放心，我们很快就能解决。只见居民楼4楼左户充满了被大火肆虐过的痕迹，散发着浓浓不祥的气息。哎，4楼住的那户人家倒真的是可怜人。队长，4楼那应该是火灾的痕迹吧？他怎么说的是漏水？你一会就知道了。来到4楼后，二鼠率先推开了左户的那扇门。哎呀，有客人来了，快请进，快请进。不用了，我们这次来不是跟你叙旧聊天的。你们要干什么？是要留在家里吃饭吗？我今天做了红烧肉，很好吃。你留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久，是时候离开了。什么意思？女人下意识看了一眼挂在墙上钟表的时间，随即提防地盯着二鼠。你想要干什么？你要把果果从我身边带走，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把果果从我身边带走？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谁要把果果从我身边带走，我就跟谁拼命。说着，女人就冲进厨房拿刀。可就在这时，从卧室内传来一阵啼哭声。果果，别怕，妈妈马上就来了。看到这一幕，二鼠的耳朵猛然开始摆动起来。下一刻，他赶紧带着其他人离开房间。叶葵最后看到的，女主人浑身冒火，从厨房走出的身影。时间越来越快了，如果不是因为队长的能力，咱们都不知道被烧死过多少次了。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里面的女主人就是造成这一次诡异事件的主要原因，每一次踏入，鬼域都会重启。最后再多说一句，买车我推荐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楼上发生火灾后，老人的家里每天都有漏水的情况。奇怪的是，就算水电工上去怎么检查都查不出原因。这一次的鬼域，只有咱们有灵性的人才能看到这扇门。每一次踏进屋内，鬼域都会重启。既然每次到最后都会发生火灾，那队长你没找过那些拥有控火能力的天官吗？找过了，但拥有控火能力的天官根本无法影响房间里的火焰，甚至还会被房间里的火焰伤害到。灰碧方他还是个3级天官，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可结果最后那个碧方在火里被烧得哭爹喊娘。我们还试过直接对女主人出手，但这会加速房间燃烧的进程，女主人更是会直接变成刚才那副狰狞的样子。被火点燃的女主人，我们也消灭过她一次，可很快又会重生，甚至变得更强。对，当时还好我们离门口近，不然就惨了。所以这次有了你这个伊布的成员，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这一次我们准备探索一下燃烧后的房间，而你就要用你的能力尽量保证我们的安全，为我们治疗伤势，来延长我们在火焰中生存的时间。那什么，我的能力跟治疗没什么关系。什么？你的能力跟治疗没什么关系？那为什么把你分到伊布的？我也不知道，当时霸下只说把我分到了伊布，后续安排什么的没说，他就匆匆离开了。持级者这不是瞎搞吗？把一个没有医疗能力的天官分到伊布，万一情况紧急，出了意外怎么办？走吧，既然你的能力和医疗没关系，那我们的计划也就没有办法实施了。那个，你们等一下，对于鬼域里的状况，我有几个想法，咱们可以尝试一下。你只进去了一次，就已经有想法了？那咱们就再试试，但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第一。哎呀，有客人来了，快请进，快请进。4双就好，麻烦了。好的嘞，我做了红烧肉，你们一会要不要尝尝？那我们可太有口福了。我去给你们倒水。我们之前也趁着他倒水时偷溜进房间，但还是会触发房间燃烧。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需要我们的配合吗？不用，给你们水。谢谢。刚才我听到有宝宝的声音，房间里是有宝宝在睡觉吗？什么宝宝？你在说什么？就在女主人说话的同时，房间里的温度瞬间升高。那可能是我听错了。肯定是你听错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叶葵就一直和女主人聊天，没话硬聊。当二鼠回过神来时，就才发现
眼下他们在鬼域里已经足足待了1个小时，远远超过了他们以前在房间里停留的记录。在这途中，他发现女主人总是会在不经意间看向墙上，并且随着时间流逝，看向钟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就在即将到达5点半时，耳鼠耳朵跼地发现了异常，拉着几人赶紧。而且刚刚都已经有一股焦糊的味道飘出来了。5点半，你小子可以啊，我们都没想到可以用聊天的方式来延长在鬼域里的时间。要不咱们再试一次？当然没问题，咱们保证安全就行。那就再试一次。哎呀，有客人来了，快请进，快请进。这一次还是跟刚才一样，叶葵开始跟女主人继续聊天。就在距离5点半还有5分钟的时候，叶葵随意问道：“刚才你说做了红烧肉还没好吗？我都已经饿了。”红烧肉马上就好了，再等5分钟吧。5点半他回来以后，咱们就能开饭了。他是谁？这是耳鼠第一次在女主人口中听到关键性其他人的线索。那就等等好了。来了。刚才你们谁推了我一把吗？你们也感觉到了吗？我也觉得刚才有人推了我一把。不管有没有人推，咱们这一次的收获都很大。现在能够确定的是，火焰会在5点半准时燃起。同时，咱们还得知了一个关键的消息：5点半他要回来。只是可惜咱们根本没有观察的时间，不知道那个他是谁。看来还是要回去一趟，申请伊布天官的帮助，让咱们才能在火焰中多坚持一会。这里的诡异事件从开始到现在有人员伤亡啊！最开始接到这一异常事件通报的时候，只是楼下老奶奶说的漏水情况，以及一个外卖小哥敲错门险些被烧伤的事情，倒是没有出现死亡。然后就是那名空火天官在里面受了一些伤。原来是这样。怎么了？你又有什么发现了吗？我们的鞋子没拿出来。我准备再进去一次，而这一次可能会很危险，你们可以在门口等我。明知道危险，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我们可以回去申请伊布天官的帮助啊。来不及了。有什么来不及的？就1天，鬼域还能消失不成？我说的是我来不及了。没事，你们可以在门口等我。你他奶奶的，我还能让我的队员一个人冒险不成？哎呀，有客人来了，快请进，快请进，给你们。我是来帮你的。什么帮我？你在说什么啊？我今天做了红烧肉，你们要不要尝尝？我知道你清楚我在说什么。第一次咱们聊天的时候，我讲了一个冷笑话，当时你听不懂，还问了我为什么。但第二次聊天，我很自然的顺口说出冷笑话的时候，你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解。这个房间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最开始认知的那样，每一次踏入都是重启的相同经历。房间其实一直都在这里，我们每一次的踏入，你都有着记忆。至于所谓重启的经历，都不过是你演出来的罢了。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还有我们上次慌忙离开鬼域的时候，我们的鞋子终究是在鬼域里留下了痕迹，证明这鬼域并不是轮回重启的。快走！等一下，你干什么？找死是不是？你们不用这样，他不会伤害咱们的。鬼域存在了这么久，没有死一个人，甚至咱们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一次次的伤害到他，他也没有选择杀人，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甚至可以说，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伤害到咱们，他想做的只是赶走我们，或者是保护我们。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的不烫了。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片鬼域并不属于他。你们之前杀掉女主人后，鬼域却未消散，并且在下一次踏入鬼域的时候，女主人还会重新出现的原因，也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是鬼域的主人，她只是鬼域的一部分。不管杀死她多少次，她当然还会重新出现。可鬼域不属于女主人，还能属于谁？难道是屋里那个没见过面的婴儿？宝宝不是诡异。鬼域的主人被女主人关在了门外，确切的说是关在了5点半以后。难道就是女主人口中的那个他？可如果这一切说的都是真的话，那他怎么不告诉咱们？因为这不是他的鬼域，一切超出鬼域既定的规则，他都没有办法说出口，并且在他的认知中，咱们可能也不是鬼域主人的对手。女主人想要的不过是不让咱们受到伤害。你说我的推断对吗？你不用担心，正如我最开始说的那样，我们是来帮你的，你更不用赶我们离开。不管那个5点半以后的他究竟是什么样子，我都不会放过。就在女主人嘶吼后的下一刻，房间内瞬间就变得温馨。你们喝水吗？我去给你们倒水。这竟然是真的。
我们能去看看宝宝吗？我去看看红烧肉好了没有。当叶葵和二鼠走到卧室后，发现有着一张极为亮丽的金色床，而小床上有着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被烧化掉的人形痕迹。走吧。回到客厅后，女主人也并没有出现异样，只是越临近5点半，女主人越不安。没事，我们会帮你的。此时，女主人尽全身的力气，极力抗拒着起身开门，然而这无法抵抗的力量，却促使着她朝着门口的臭婊子！你他妈不让老子5点半以前回来就算了，现在开个门还磨磨唧唧的。臭婊子！我是越想越气，当时要不是老子问你要钱你不给，老子能放火烧死你吗？他妈的，你光顾着管那个只会哇哇哭的小杂碎，不帮老子，害得老子当时自己也没跑出去，死了以后还他妈要控制劳资，真是臭婊子！猪手。算你开窍了，以前给你说过那么多次，你都不愿意，现在终于知道不着的热。3级诡异，走，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下一次回来，咱们做足准备再来收拾他。而鼠虽然身为3级天官，但他的能力只是增强听觉，并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他觉得就算加上2名2级天官和1名刚通过考核的预备天官，根本不可能是3级诡异的对手。开饭了！开饭了！不是，你在干什么？封印屋。干你娘！馋了没忍住，着急了。说着，叶葵一口把身上烧焦的皮肉丢进嘴里大嚼了起来。这，现在外面的人都好，就算我把路给你们让开，你们都走不掉。说完，诡异飞向天空，砸向鼠，带上叶葵跟我走。而鼠的耳朵猛地震动起来，带着小队不断。但可惜的是，他们并不能靠近传送门，甚至还越来越远。跑是跑不掉的，那狗东西一直在逗咱们玩，这是他的鬼域，想关那门的话，他随时都能关上。那我们要怎么才能逃出去啊？很简单，吃掉，弄死他，咱们就可以出去了。弄死他可是一只3级诡异啊，怎么死得掉？尽你们最大的可能帮我掩护，只要让我跟他近身，那一切就都好说。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哼，小心前面有火球。这怎么感觉叶葵突然变强了？就在刚刚，叶葵已经将自己剩下的所有10个自由属性点一口气全部身上。刚才怎么没见你有这么大力气？这家伙不怕死吗？有意思，真有意思。既然你们喜欢玩火，那我就陪你们慢慢玩。说完，诡异继续加大火势，使得叶葵浑身已没有了1寸完好的皮肤。虽然寿命不多，再生极大的限制，但终究一口气加了10点体质，让他抵抗伤害的能力增强了不少。队长躲我身后。我这荒木盾也撑不了太久，我们只能希望叶葵能处理掉诡异了。叶葵说他要晋升，虽然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但咱们终究是要做到一次，不能让叶葵拼了命的付出白费。你们一会听我的指挥。好玩，真好玩！看着你们一点点陷入绝望，慢慢被火烧死，真是太有趣了。西北30米，就是现在。车以东同时也发出一道凌厉的空气刃，朝着二鼠所说的位置。怎么回事？不知道。此时的火焰彻底遮掩了视，看不清具体发生的状况。滚开！在被叶葵咬了一口后，诡异体内灵性都出现了短暂失控，丧失了化作火焰穿梭的能力，只能不断激发火焰，剧烈挣扎。而一旁的女主人也正趁着诡异体内灵性不断的扰乱诡异，尽管只能短暂的一刹那，但也无比嘿嘿，这焦香的味道也太好吃了吧！红烧肉没了，这个你好好吃。哼，臭婊子，我死了你也活不了！小心！要死的玩意，一口气用那么多，口感都变了。哼！舒服。怪物，你这个怪物！这下诡异是彻底懵了，他不明白自己的用力一击为什么没有用，原来就在叶葵吞下诡异的第1块肉时，就已经获得了火焰亲和的能力。放开！放开我！放开我！别咬了！放开我！放开我！别咬了！放开我！火焰会发出7股，而另一边的二鼠警脸上却有着绝望。刚刚的大爆炸加上诡异，他们认为叶葵多半是败了。
真是不甘心啊！我一直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护好自己的队员，可现在我不仅把希望寄托在新加入的队员身上，最后还让他受尽了折磨。我真是最废物的3级天官。队长，你不要这么说，我们都知道你对我们有多用心。成为天官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有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咱们死后，管理局一定会为咱们报仇的，这也算是咱们为清除诡异做出的贡献。但唯独就是对不起叶葵，咱们刚才还在吹嘘咱们小队伤亡率最低，谁知他，嘿，我死也要从那个杂碎身上咬下一块肉。你们干啥？叶葵，你没死，你竟然没死。那个诡异呢？你们不用紧张，那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他不就在？他躲起来了。我能听到那个诡异已经奄奄一息的躲了起来。什么？叶葵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咋了？左下角天天催，这次送不完，厂商就全收回去了。可惜这些白送的苹果16 Pro 和华为 Mate 70。亏你还把左下角门槛取消了。我左下角不搞套路，粉丝都能免费参与，与其便宜别人，不如都给咱粉丝。嘿嘿，那我得领一台。哎呀，你来了。我知道了，能将那只诡异重伤到如此地步，跟叶葵的实力与果决密不可分，但最关键的原因却还是因为他毕竟是鬼域的一部分，一定能对诡异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次升级这么快，我领了。先别急，我再给粉丝争取3000台华为3折叠一起送。正版左下角就是靠谱。白送的苹果华为，想要就点我这条视频左下角，不送完活动不截止，达到等级没发货，我负责到底。你在吃什么呢？脆皮五花，你要尝尝吗？鬼域里哪来的脆皮五花肉？如果一会诡异死亡，鬼域消散，你也会消失，这一点你知道吧？当然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太久。对于你的付出，我还是觉得要亲口给你说一声感谢，你是我们的恩人，没有你，我们根本活不下来。不，我是帮了点忙，但打败那个杂碎跟我没什么关系。要说恩人，他应该是我的恩人才对，没有他，我可能永远也无法脱离这个噩梦。之后，在叶葵完全吃完脆皮五花后，诡异也随之消失，众人回到了之前的房间里。这是封印物吗？对。说完，儿鼠想要将玩偶小熊拿起来，还没看到一连串的水。我可能找到房间漏水的原因了。可是这里怎么会有封印物出现？封印物其实与诡异邪祟的形成极为相似，除了一些天生辨识的封印物，剩下都是由于灵性存在而诞生的东西。至于它跟那个该死的诡异不同，女主人在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希望房间里有水存在，能够浇灭大火救她的孩子，而这一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在最后一刻，跟女主人强烈的不甘与灵性交织在一起，化作了封印物。不过想要收容的话，可能需要找到一些特定的条件。不能直接拿起来吗？当然不行，刚才你也看到了，这件封印物明显在拒绝咱们。封印物怎么可能可以不用特殊的收容方式就直接认主的呢？小子，你是真有福气。虽然看样子封印物的等级应该不高，但像这种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还灵性十足，能直接认主的封印物万中无一。是这样吗？对了，像这种已经认主的封印物，管理局不会过多干预，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回到管理局后需要简单登记一下。我记得你还有一件封印物对吧？就是那个破破烂烂跟门板一样的巨剑，如果没登记的话，最好也登记一下。我知道了。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会这么惊险，不过还好有你，要只有我们3个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恐怕是要舍在这了。说起来我是真想不通，像你这么优秀的新晋天官，怎么会被遗忘在教场分配部门的时候，竟然还能分到1部？难不成你的天官考核成绩不太行？但是不应该啊，你的所有表现明明都那么出色，现在管理局已经混乱成这样了吗？要真是这样，我要不然早点跑路算了。队长，叶葵还在这呢。我怎么可能跑路？我们还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把你忘在教场，怎么可能有我捡漏？以后你就踏实跟着我干，管理局其他天官不重视你，我们重视，我们小队一定会把你当成宝贝的。